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 KVK 终于结束了，我们的成绩单也是出现了。那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又是海登，又是爱海登拿 MVP， 不过他的阵亡比较少一点了，反正是 AD 比较多。那这边顺便也是跟大家讲一下 ，AD 已经移民过去1606了，因为我相信也是有不少玩家会问哎呀960有多少玩家已经移民离开了？所以先跟各位讲一下 ，AD 他是已经拿完最后奖励之后就马上走掉了，所以 AD 是已经没有在960。但是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人离开960了。那据我所知，会有一半的人留下，然后另外一半的人会离开。这个是我在 DC 里面听到的说法啦。那如果要问详细的东西呢，可能你们要去问一下 Cortex， 因为他有做那个列表啊，他有做收集资料，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个人这一次表现怎么样。那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击杀跟治疗就知道呢，其实我这一次的战损比也是亏的。就是跟上个赛季一样吧，也是亏的。那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啦。那如果有看我打 KVK 的话，应该就知道什么事情了。就是当我们的指挥叫我们往前冲的时候，很多人一直往后撤，就变成说我的报告时常是亏的，然后叫他们冲进人群里面把集结打下来，又没有人冲进去。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是很乖的宝宝，你是听指挥讲要做什么东西的话，你的报告大概率是亏的。那假设说你不听指挥，你打你自己的，然后看到全部人撤退就跟着撤退的话，OK， 那么大概率你的战损就是赚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战损是比较亏的，但是我做了数据之后才发现到，原来我的战损不是最亏的。不过这边先跟各位看一下啦，你们可以看一下前100名的玩家有哪一些，有没有你认识的玩家。但是我看到前面比较多的还是960的玩家吧，毕竟你们也知道全部在边打架拿更多的击杀，所以前面比较多是960玩家，也不感到意外啦。然后也是看到这一次其实水阵营尤其是2293也是表现的蛮不错的，看排行榜上面有好几个都是他们的名字。那接下来就是1093的玩家咯，也是蛮多在排行榜上面的，可以大概看一下。那这个击杀就从下面开始看起，其实大家都表现得蛮不错啊。我看到这一次93的数据其实跟960蛮贴近的，因为在之前的数据呢就没有这么贴近啊，就有一点差别了。所以这一次93其实也是很尽力去打了。这一次阿嬷阿 Z 的击杀也是蛮少的。感觉阿嬷阿 Z 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了，不是我的错觉？哇，伟哥哥阵亡好多，阵亡这边是比较让我感到惊讶的吧。AD 也是击杀、阵亡还有治疗蛮多的。其实我觉得 AD 比较适合这一次的 MVP 啊。海登虽然他是第1名啊，但是 AD 他3个榜上面其实都蛮靠前的他的排名，所以我觉得 AD 其实算是 MVP 啊。Ghost Rider 这个也是很多，因为他在93的战力很高啊，而且他这一次掉的战力真的超夸张啊！你们可以看这边阵亡数没有包括 TE 嘛，那换算下来就是他也是掉了3亿战力哦 ，Genie 也是掉了2亿，那其实我也掉了蛮多，我掉了差不多8000万战力。Genie 也是蛮多，海登其实也是有掉了，但是没有像前面那么多。这边基本上算是一个断层了，从第4名开始，伟哥哥，那伟哥哥也是跟我出生入死啊，他的 DKP 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战损比其实跟我是差不多的，也是蛮亏的。阵亡后面有些是小号来的啦，像 B 桶的小号也是在排行榜上面呢。在看完了前100名的排行榜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人的战损比怎么样。这里的数据我全部都是从这里搬过去的，所以是官方的数据啦，也算是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吧。那这里看到战损比最好的玩家其实是来自土阵营的 76DZZ， 这个好像是来自1786，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战损比有 2.3 倍，哇，很高诶，就是说他的报告几乎都是赚的，这个有点夸张了，赚2倍耶。那如果是说960方面的话，就是 Josh 他的数据是最好的，有 1.93 倍，也就是说他差不多赚2倍的战损比。证明说什么？证明说他应该是在后面拉扯咯。证
证明说他卖队友啊，在后面偷偷吃肉，然后让我们在前面打。那其实我在想着说这个赛季，哎呀，我的战损比应该也是很糟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红色的字呢，就是亏的部分。我原本想着说我应该是最糟糕的，没有想到有人比我更糟糕。Pokeo 为什么他只有77%啊？这个有点可怜欸，就证明说他的报告，你们看啊，这个是治疗，这个部分是治疗，这个是击杀，他的治疗比击杀还要更多。而且你们要知道，我这个数据是没有包括阵亡的，如果加上阵亡的话，我不知道他的数据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那只能说这边960有4个玩家战报都是亏的，像伟哥哥啊，我还有那个 Blue Marjan 都是亏的，这4个人有点可怜。像93那边战损比比较好的话，就是这位了 Douglas， 他的战损比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也是有赚2倍。Ghost Rider 也是有赚 1.4 倍，但是没有算到他的阵亡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数据啊，他的阵亡蛮多的，排在第2名如果算上阵亡的话，其实也不算太赚了。但是阵亡方面我们就不计较因为我这整个列表里面都没有算上阵亡的，所以如果只是算这位玩家的阵亡的话，就显然有点不太公平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王国的部分，因为960是独立一个王国在阵营里面，所以就没有分开出来。如果是算上这边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火阵营跟土阵营加起来的数据就是这里。然后93因为他们有2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总数据。我们先看一下960跟1093的数据怎么样吧。那你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说治疗方面，其实93的治疗是比起960更多的，但是他们的击杀就稍微比960少一点，证明就是说其实93的战损比960还要差一点，但也只是差一点而已啦。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击杀是比治疗还要更多的。因为我们比较起上次，如果是讲960跟2377的 KVK 的话，你们可以看到2377那边呢是亏的。所以显然的，其实93已经表现到很好了，至少他没有让大多数玩家的战报都是亏不过这个也合理因为他们玩家比较多嘛，基本上有时候他们是会碾压960的部队的，所以也不会到太亏的程度。但是如果960加上自己的盟友，93加上自己的盟友的话，其实他们的战损比就不好看了。你们可以看这里，击杀方面是比起治疗还要更少的，那主要亏还是亏在他盟友这边吧，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击杀，这边治疗，然后相比之下，我们的盟友这边忘记算出来了，我调整一下。那么你们可以看到盟友这里也是算出来了，其实盟友的战损比是稍微好一点点的，接近1:1吧，但是没有像水阵营这个这么亏水阵营击杀是比起治疗更少，但是我们的盟友土阵营他的击杀是比起治疗还要稍微多一点的，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我们看到最后的数据这里我们的数据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战损比会比较好，他们就比较亏一点。所以整体来说，如果是讲表现的话，只计算击杀960的部分是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其实960的阵亡是比较多一点的，比起93阵营。那93阵营唯一数目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的治疗。王国的数据，联盟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必要了吧，因为联盟太多了你很难一个一个去看我们只能看王国的数据其实双方都有一个表现的比较好的王国就好像960那边就1818表现比较好，那93那边就2293表现的比较好。那其实2293他们的王国排名都靠蛮前的，数据最糟糕就是跟93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2027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算是整个地图上最弱的王国，所以他们数据比较糟糕也算是正常的吧。那这边的数据大概是这样子啦，这一场 KVK 的数据。那之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数据呢？很难讲，毕竟我刚刚都已经讲过了，我们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离开，那有多少人会留下来我也不清楚，那这个也是要问我们新的国王之后会有什么看法。那我觉得960下次 KVK 的话应该要等蛮久的，我觉得应该会等到最后一次不能再跳过报名的时候才来报名吧，因为我们这边要调整的太多了，有可能有些玩家离开，也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会进来，大概是这样吧。最后960还是突破了4兆击杀算是击杀最高的联盟了，但是这个能维持多久呢？我也不知道。那其实 AD 已经移民离开了，假设 AD 还在的话，可能这边击杀数还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以上就是960 KVK 的数据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